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为什么你要读《西游记》。《西游记》呢是中国4大古典名著之一啊。另外几部咱们在这里就先不说了，就是它是其中唯一一部幻想类型的，幻想类型的故事。其中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孙悟空，对不对？美猴王，对。我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讨论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美猴王呢？肯定是因为他有这个超能力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他其实就像一个超级英雄超级英雄一样，对不对？上天入地，对，无所不能，最后大闹天宫，对不对？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西游记》的前面一部分，充满这种浪漫的色彩，而后面部分虽然它还是一种神魔小说吧，就是神魔小说。为什么叫神魔小说呢？就是有神仙有妖怪，我们也可以叫它做神魔小说。但是其实第二部分它更像一个公路片，而且是现实主义的公路片。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是神魔小说会出现妖怪妖精还有这样打斗的场面，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孙悟空他的能力突然之间消失了，就是他之前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大闹天宫的时候无人能挡，要不是如来佛祖如来佛祖就是佛教里头的那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英文又叫 Buddha， 对，就是这样。要不是他把孙悟空镇在五行山下孙悟空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整个天庭就是天宫都给掀翻了，肯定会掀翻了。但是呢，到第二部分的时候，500年后，孙悟空呢被这个唐僧从这个五行山下给救出来之后，大家会发现他的超能力好像消失了一般而且他被带了一个金箍。一旦这个唐僧念紧箍咒的时候，紧箍咒一念的时候，他头就会头疼欲裂头疼欲裂，特别难受，在地上就打滚而且他一路就是要护送这个唐僧去西天取经。西天，所谓的西天，它其实就是印度对，当时我们最早看的电视剧的时候，一直在想象西天在哪儿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像天堂一样的地方。结果它其实就在印度。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唐僧他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呢，是根据一个真实事迹改编的。真实事迹改编的。谁的真实事迹呢？就是唐朝的一个和尚，叫做玄奘。他当时为了去印度学习更为精妙的佛法，他当时怎么出去的呢？从唐朝他其实是偷渡出去的，对，他是一个偷渡客然后他就绕了一大圈，从这个新疆那一路过，新疆绕到了那些中亚很多国家还最后进入阿富汗，最后才进入了印度等他回到唐朝的这个首都长安的时候，首都长安就是我现在生活这个城市叫西安以前在唐朝的时候，它是中国这个唐帝国的首都等他回来之后，他就写了一个《大唐西域记》。你看，在唐朝西边他去旅游去了，他就取经去了。
他就把很多沿路的这些风土人情啊都给记录下来。结果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之后，成为了《西游记》的一个蓝本啊。蓝本就是大家根据这些东西，这些见闻，就根据玄奘的见闻啊，想象出了这么一个故事。大家想一想，最早的时候玄奘啊，他就是一个人，对不对？一个人很可怜，对不对？佛教在当时中国很盛行啊，所以大家呢就会对这个东西有很多想象加进去啊。想象加进去之后呢，它就慢慢的变味儿了，变得不一样了。而且大家知道，就《西游记》这部书里头，它是结合了中国本土的这个道教，还有佛教，对，它两个教的这个神仙集合在一块儿啊。中国本土，你像什么玉帝呀、王母娘娘呀，对不对？还有什么太上老君呀，都是中国本土道教神话里面的神仙啊，神话啊。但是后来你看这个佛祖，对不对？他是佛教的，就说明在中国人的这个心里头，佛教和道教啊，它是糅合在一块儿的，对，就已经佛教也本土化了，就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我们继续回到故事上面来啊。在故事上面，是不是这个唐僧呀？他有3个徒弟啊，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僧，对不对？特别是大徒弟啊，孙悟空啊，本领高强。其实我们在这里也要分析一个概念，就是徒弟和师徒关系。其实说到师傅这个词儿啊，就是很多时候我要觉得翻成英语的话，有些人会翻成 master，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会失掉一层意义，就是中国人说呀，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家看中间就有2个字儿，对不对？师傅，它是嵌在这整个句子里头的。所以大家明白，在中国古代，师傅他不只是教授你技艺的这么一个人，他其实更相当于你的父亲，你是需要把他当父亲一样对待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最早的时候，唐僧啊，从这个五行山下，把这个孙悟空救出来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观音菩萨就给了这个唐僧一个金箍，对不对？金箍，这个金箍它其实就是唐僧制约这个孙悟空的一个手段啊，制约的手段。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一开始的时候大闹天宫的时候，他其实相当于一个魔，相当于一个妖怪，对不对？他只是现在因为被佛祖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啊，现在呢他准备转变心性，对，他从一个魔一个妖，他要变成一个和尚，对，一个和尚他去取经，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不怎么受控的，对不对？不受控。唐僧他是一个凡人，凡人就是没有超强能力的人，就一般人，你和我都是凡人。这个时候他怎么去控制呢？怎么去控制这个孙悟空呢？他需要这个金箍，然后金箍戴上之后呢，可以念紧箍咒，一念紧箍咒啊，孙悟空就受不了了。对，这就是一个控制他的方法。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就是孙悟空啊，唐僧还有猪八戒、沙僧啊，他们一行4人啊。其实呢还有一个白龙马啊，白龙马就是唐僧骑的那匹马，它其实也是
龙宫里的太子小白龙给变的，但他出场的时间并不多，咱们在这里就忽略他，对不对？他们一开始4个人去取经的时候是互不相信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信任感在里头。这个时候信任感这个东西是怎么建立的呢？我们其实可以参照这个魔戒护戒使者第一部的时候，弗罗多等等，他们一开始也是互不相信，有戒备心，对不对？戒备心，后来肯定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的建立起了信任感，对不对？我们想一想看，你这个一路过去，从地理上就是从中国到印度这是非常远的距离，要经过按照小说里说的是81难要经过那么多困难。这个时候如果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这是无法前行的，他们基本上就会裹足不前，对不对？所以其实那天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叫《金猴降妖》，它就是《西游记》第2部分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3打白骨精。为什么是3打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刚好唐僧呢和3个徒弟才开始结伴同行的时候，对，这个时候大家互相之间信任感都不足，而且各怀鬼胎。什么叫各怀鬼胎？就是自己有心里的一个小九九有自己的打算，不会轻易的相信别人。这个时候呢出现了这个白骨精白骨精呢它就是白骨成精了呗。就中国这个神话里头，就是不管任何东西，天地万物都能成精不管是动物植物，对吧？花精也有，对吧？还有我们很熟悉的白蛇，对不对？白蛇它也是成精了，成精他们都需要修炼，白骨精也是这样，它需要修炼很多很多年，几千年几万年等等才能成精它成精了之后呢，它有变换的能力，它可以变出各种东西，而且可以把自己进行伪装它肯定不是把自己白骨这个原型露出来，而是伪装起来，所以他就欺骗了唐僧就说唐僧他们4个人来到一个山上山上没东西吃他们很饿了，对。然后唐僧呢就让孙悟空去找吃的，对。孙悟空他会腾云驾雾腾云驾雾他就是会变出一朵云来，他踩上去一下子就能去到很远的地方。孙悟空就去找吃的了。这个时候白骨精来了，变成了一个貌美的年轻女子，他就提了一些东西提了点东西，说送给唐僧他们。猪八戒呢很好色，好色的意思就是喜欢女色，喜欢漂亮女人，对，好色。所以他就对这个白骨精没有什么戒备心，就相信她了，相信她只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而已。沙僧倒是有一些，但是他不是特别聪明唐僧嘛，他当然他面对这种年轻漂亮女人，他的反应其实是害羞因为他从小到大就学习佛法嘛，就在寺庙里待着没怎么见过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女人，所以他见到一个漂亮女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害羞。结果这个时候孙悟空回来了，因为孙悟空他是有火眼金睛的，火眼金睛就是他能看透这个妖精的本质是什么？是妖精不是年轻漂亮的女人他看到了那个女人的皮肉下面
就是一堆白骨啊，一个白骨精啊，所以他拿起他的金箍棒，一下子把这个白骨精给打死了。结果这个时候猪八戒就显出他这个自私的性格。本来呀，这个唐僧都相信了这个孙悟空和他说这个是一个妖怪啊。这个时候猪八戒就说：“你把人打了，你还把别人变作这个妖怪啊！”结果这个谁啊，唐僧呢，耳根子很软。耳根子软的意思就是很容易听信别人。他听信了猪八戒，他就开始对孙悟空不信任了。第一层不信任啊，第一层不信任。后来呢，逃走白骨精呢，又变成了这个刚才的年轻女子的这个母亲啊，还有她的父亲啊，都是老头老太太，年纪很大了。孙悟空就觉得根本不可能呀！你刚才那个女人也就是变换出来17、18岁的样子，你老头老太太60、70岁了，怎么可能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呢？但是这个唐僧啊，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就相信了，而且还猪八戒啊在边上拱火。拱火的意思就是什么，是吧？我们烧篝火的时候，大家知道吗？篝火晚会那个篝火啊，会很多柴堆在一块儿，对不对？柴堆在一块儿，你把那个柴再拱一拱，动一动，它火会越来越旺。就猪八戒在边上去拱火，让这个唐僧呀越来越不相信孙悟空。最后，唐僧就失去了理智，他不相信孙悟空，觉得孙悟空还是之前那一个妖怪。根本没有转变他的心性，所以呢，唐僧就决定啊，和孙悟空说：“你走吧，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徒弟了。”他要和这个孙悟空呀断绝师徒关系，把孙悟空打发走了，让他走，打发走了。孙悟空呀，非常的伤心啊，伤心欲绝呀。最后呢，只能回到自己这个花果山上。就是我们从这里能看出，就是唐僧他们这一行一开始是不信任彼此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任何的信任都是从不信任开始建立起的，任何人的了解都是一点点的信任累积的结果。所以这一点很真实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第二部分它更像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呢？就是因为从这一点点，就是人和人相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大闹天宫，非常的浪漫，对不对？完全没有任何顾忌，想怎么就怎么样。到现在人和人相处，你看这是怎么简简单单一个信任的问题，它其实就很不容易。做人就是不容易啊，所以这能看出来。当然后面啊，因为这个唐僧呀就真的被妖怪抓走了之后呢，猪八戒就去找孙悟空，孙悟空当然回来了，把唐僧给救了。所以他们慢慢的一点点的去，唐僧对他的孙悟空的信任感就加强了，然后呢，慢慢更相信自己这个徒弟是有真的本事，而且是真的忠于自己的啊。对，猪八戒呢一开始肯定和孙悟空关系也不好，因为猪八戒是很自私的人，但后来慢慢的情感也加深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西游记》啊，能看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能看出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这个情感怎么建立，这个一点点加深累积的过程。而同时第二个现实主义的这个点，我是觉得就是孙悟空一开始在第一部分大闹天宫的时候特别厉害，打遍天宫啊，打遍天宫无敌手啊，是特别厉害。到第二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每到一处啊都有一个妖怪啊，
每到一处啊，都有一个妖怪在那等着他们，而且这个妖怪那块有一个设定，就是他们吃了唐僧肉，唐僧肉吃了之后呢，就是能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啊，对，所有妖怪都想去吃唐僧肉，而孙悟空的目的就是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所有妖怪孙悟空几乎都不怎么打得过，就是好像很多时候就是打成平手，甚至根本打不过，他还不得不去搬救兵啊，就到天上去搬救兵。因为怎么回事？所有的很多妖怪基本上都是天上的很多神仙的，他们故意放下来的，就是为了为难这个师徒四人呢，故意放到人间的。对，而且他们这些妖怪都偷了神仙的一些宝贝，对，这些宝贝特别特别厉害啊，孙悟空打不过。你说其实这一部分和第一部分是有些感觉相悖的，我是觉得就这地方有些相悖，对，就是在逻辑上啊有一些问题。为什么第一部分那么厉害，第二部分就那么的压抑呢？这其实啊就是现实主义创作就是这么一点。其实从这里大家能看出，你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啊，孙悟空一开始他不受制于天庭，他自由自在，对不对？不受制于天庭，他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能发挥很多的力量。但到第二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有个金箍把头给这个绑住了，对不对？而且他不得不受制于啊这个整个体系。对，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天庭这个体系其实就相当于中国古代这个官僚系统。就说这一路过去，这些妖怪啊上头都有人，对不对？就像中国古代这个很多情况下，就是地方上的一些人啊作恶多端啊，但是呢大家又管不了他们，就没办法，对他们没有办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头有人，上面啊在朝廷里有人做高官啊，他们有保护伞，可以这样说，保护伞，对，有保护伞保护着他们。所以孙悟空这一路过去遇见的这些妖怪都有保护伞，在天庭里都有人保护着他们。所以最后这些很多妖怪基本上都没有被打死，而是神仙把他们收了。收了什么意思？就让他们跟着神仙继续到天上去了。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些妖怪都是这些天上神仙的所谓的宠物呀、坐骑呀，对，甚至他的童子呀都有。所以我觉得孙悟空他们的一路前行其实很无奈啊，无可奈何。对，遇到都是这种类型的情况。当然这所有就是所谓的9981难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闯关游戏吧。唐僧在里头他不会真的被妖怪吃掉，而且很多情况有土地公、土地爷保护着唐僧他们，还天上有些就神仙啊在四处巡逻的，对，也会保护着他们，保护这个唐僧不被真的吃掉。所以这有时候也像一场游戏一样，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西游记》我们其实能看到中国的很多这个社会的这个侧面。首先这个师徒，对不对？师徒关系和人和人之间这个情感的培养，对不对？一点点的信任的累积，还有后面一路上这个打怪，对吧？打怪闯关，其实呢你会发现自己受制于很多东西，受制于整个体制，对吧？孙悟空这么厉害的人，施展不开手脚，他没办法，因为他受制于人，受制于神仙啊。
所有的妖怪上头都是有人的。其实中国整体的自古以来的官僚啊系统社会就是这样。虽然所有《西游记》是一个幻想类型的小说啊，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它很现实，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当然所有书都是这样说，1000个人的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不对？1000个人的眼里也有1000个西游记孙悟空，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纯粹把这个孙悟空只是看作一个超级英雄，但是如果你想要对中国文化呀有个更深的了解，我希望你从现实主义的这个角度切入啊，去好好的体会，好好的思考，看一看究竟你能领会多少中国文化的精髓呢？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如果你喜欢视频，请记得点赞评论。那么下次再见喽。